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乌军第10军顺利攻占旧马约尔斯克后，有一些消息称，美国可能会批准援助乌克兰 M110 火炮，并保证提供足够的203毫米炮弹，助乌军构建新的炮兵体系，轰碎俄军堡垒防线。有人可能不明白，美国怎么突然想起援助 M110 火炮了？原因其实呢并不复杂。首先，美国目前库存有86万发的203毫米口径普通弹，55万发203毫米口径集束弹，以及大量封存的 M110 火炮，不存在数量短缺的问题。美军很可能会将部分封存的203毫米口径火炮和弹药援助给乌克兰。其次，美国之前连续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是为了避免战事升级，而提供203毫米火炮和炮弹却是一个既能提升乌军战力，又不会过度刺激俄罗斯的选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有了 M110 203毫米火炮的加入，乌军就可以建立起一套以海马斯155毫米榴弹炮和203毫米自行火炮为核心的炮兵打击体系，从容应对反攻中碰到的俄军堡垒。在美国援乌火炮中， M777 为代表的155毫米榴弹炮数量最多，但 M777 射程偏近，即便用上神箭炮弹，射程也才40公里，在对抗俄军同口径火炮时相当吃亏。如俄军的 2S-22 火炮，正常射程在35到40公里，用上火箭增程弹时更是能达到45到60公里。更何况在最开始援助时，美国为了防止泄密，还拆掉了 M777 原本配备的数字化火控设备等关键装置，使其丧失了快速反应的优势。相比之下，欧洲援乌的大口径火炮具备机动灵活、快打快撤的特点，让乌军有了对抗俄军同口径火炮的能力。其中包括德国的 PZH-2000、法国的凯撒、挪威等国提供的 M109 系列等。要说美国援乌火炮中谁名头功绩最大，那必然是海马斯，是他成功压制了俄军数量庞大、射程惊人的远程火箭炮力量。比如海马斯配备的火箭弹，射程虽比俄军龙卷风略近，但打击精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可以在几秒钟内发射6枚火箭弹，打击42公里内的目标，然后快速撤离阵地，生存能力更强。在乌东战场上，乌军曾数次出动海马斯火箭炮对俄军前线弹药库实施精确打击，从而削弱了俄军的炮击力度。尤其是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驻地，就遭到了乌军海马斯火炮的洗礼。据乌军宣称，至少造成400名俄军士兵伤亡。在赫尔松方向，乌军同样对俄军后勤供给线实施了针对性打击，尤其是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和新卡科夫卡大桥附近。乌军从去年7月开始至现在，就反复利用海马斯实施攻击，使俄军一直无法有效向前线运送物资。当初俄军从第聂伯河撤退，乌军海马斯功不可没。因此，海马斯这样的远程火炮在乌军建立的新炮兵体系中，主要负责打击俄军高价值目标，切断后勤补给线，以及和155毫米榴弹炮一样进行的火力支援等任务。当然，这背后是需要西方强大情报系统支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了乌军行动的准确性，才能在节省有限弹药储备的同时，让海马斯继续保持斐然的成绩。那即将加入的 M110 会承担哪些任务呢？ M110 这样的大口径火炮，炮弹威力堪比航空炸弹，其承担的任务应该是在 NASAMS 和复仇者防空导弹的掩护下，以重型炮群的模式轰炸俄军前线各处的坚固阵地，破坏俄军工事和一些补给线路上的桥梁等建筑，为乌军的各处反攻再度撕开一个突破口。比如在战争初期，乌军统帅部重炮旅就用203毫米重炮不断轰击一度被俄军空降兵控制的安东诺夫机场，成功阻击了俄军后续运输机队降落。当然 M110 到了俄乌战场后，究竟还能发挥多大作用，还真不好说。M110 的整体设计可以分为火炮和底盘两大部分，看起来就像是把二战的大口径榴弹炮改进后，直接安在了设计好的轻型底盘上，所得到的一款自行榴弹炮。在武器设计上，由于火炮部分非常巨大， M110 和它的主要对手 2S7 一样没有使用炮塔式结构，而是使用传统的敞开式。2S7 的口径虽然是203毫米，但是炮管非常长，某底盘也由 T64 坦克改进而成，因此看起来非常的威武霸气。
而 M110 早期版本的火炮是一门25倍镜203毫米 M2A2 主炮，加上其底盘本来就比较小，有种小车扛大炮的即视感。在升级成 M110A1 版本后，炮身管加长为了37倍镜 M201 系列炮管。在之后增加炮口制推器的版本被称为 M110A2， 也就是现役数量最多的版本。该版本主炮炮膛采用镀铬工艺处理，极大增加了使用寿命，能达到7500发。在射速和射程方面， M110 的装填机构由输弹机和装填机组成，其中输弹机有2个输弹臂，可垂直的将放于车辆左侧或后方地面上的弹丸吊起，送至装填滑轨，然后弹丸沿滑轨轨道至炮尾装填位置，这个时候通过装填机上的推弹杆推弹入膛，炸弹安装入膛之后，由人工装填发射装药即可完成装填工作。这套系统能实现 1.5 发每分钟的最大射速，正常持续火力输出的速度仅为2分钟一发，比 2S7 火炮的2到4发每分钟的最高射速要慢一些，但要比现在的155毫米榴弹炮5发每分钟的最高射速慢上不少。除了射速很慢外，火炮的射程也不够优秀。像 M110 的基本型射程只有 16.8 公里，比不上 2S7 火炮的 37.5 到47公里的最大射程。即便是现在的 M110A2 型，再换装37倍镜炮管，使用火箭助推榴弹，射程也仅能提升到29公里。加上过小的底盘，让 M110 看起来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 M110 火炮本身仅能备弹2发，其余炮弹全部装在 M548 弹药运载车上。一个炮班组备弹为60发榴弹和12发核炮弹。当时美军之所以选择这么大的口径火炮，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发射当时小型核炮弹使用的。不过后来核炮弹又进一步小型化，所以这款火炮发射核炮弹的优势就没有了。至于其他方面，由于 M110 火炮本身的重量和身管长度都要小于 2S7 火炮，因此它的底盘部分是专门研制的，尺寸和一般坦克的底盘类似，但是整体看起来要小巧不少。两侧有5个大直径的负重轮，车体安装的是一具通用汽车 8V71T 系列8缸液冷增压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05马力，安装在车体的右侧，与驾驶舱并列安装，最高时速有 54.7 公里，续航里程达520公里，能通过 2.3 米的壕沟和1米高的垂直墙体，基本能满足 M110 的机动需求。为了操纵这门巨炮，整个炮班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3人。尽管比 2S7 的14人少了1人，但也不可能全塞进 M110 车体内。正常情况下，只有5名成员能随车行军，剩下的8人都要乘坐在 M548 载弹运输车上。综合来看， M110 火炮的性能有些不如 2S7 火炮，但作为一种大口径的自行火炮，在实战当中的压制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到现在，这种大口径火炮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战斗机或者直升机来执行，一般是用不到他们出场的。而且在俄乌战场上，俄军无人机和巡飞弹满天飞， M110 又能发挥多少实力？无人机和巡飞弹是现阶段俄军最活跃的武器之一。这2天，敖德萨最西边和罗马尼亚一河之隔的港口城市伊兹梅尔就遭受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连环打击。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时至少有5架自杀无人机出现在伊兹梅尔港口上空，1架被击落，4架成功击中了目标，造成包括一座燃料库在内的多个目标被摧毁。发动这次打击的仍是俄军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这款无人机使用火箭助推起飞，最远航程600公里。由于无人机采用集装箱式发射架，一次齐射可以升空5架。该机的尺寸不大，时速也不到200公里，射程也不算非常远，但却在机首安装了一个重量达到50公斤的战斗部，杀伤力巨大。50公斤战斗部是什么概念呢？同为无人机的以色列哈比无人机装载的战斗部也不超过30公斤，一枚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总重也不过50公斤，一枚122毫米的火箭弹战斗部也才30公斤，也就海马斯的227毫米口径火箭弹战斗部才超过50公斤。但是见证者136的造价可比火箭弹低得多。根据俄方透露，一架见证者136的造价约为5万美元左右，而海马斯火箭炮使用的 M31 火箭弹造价却超过10万美元，是见证者无人机的2倍，所以俄军才会在战场上大量使用这款无人机。而且从此次袭击事件，我们也能看出该无人机的打击效率非常惊人。
所以 M110 即便真援乌抵达战场，虽然能补全乌军新炮兵体系，轰开俄军阵地防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其生存能力就要受到极大考验了。若是突遭俄军无人机的打击，跑肯定是跑不过的，就只能靠步兵就地守护，十分被动。若是美国愿意 ，M110 应该不存在弹药紧缺问题。但不可否认，俄乌双方几乎搬空了全球的弹药库。乌克兰东部前线的乌军指挥官曾承认，俄军每次进攻之前都会发射猛烈的炮火。在乌东战事最激烈时，乌克兰政府顾问丹尼柳克曾表示，俄军每天要向乌军阵地发射多达5万发炮弹，而乌军每天差不多要用5000到6000发炮弹进行反击。但到了现在，高强度的炮战让俄乌双方都有些吃不消，双方在战场上发射的炮弹均有了明显的减少。乌克兰一方由于国防工业基本被摧毁，已经无法自行填补火炮等装备的损失，只得寄希望于西方的军援。像之前东欧国家军援的苏制武器和弹药，在经过这1年多的战争后，基本已经消耗殆尽。而那些欧美援助的大口径火炮，在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后，差不多也有1/3的火炮无法使用。因为乌军为了防止遭到俄军袭击，乌军炮兵经常从射程的极限距离开火，这就需要最大装药，由此产生的热能会导致炮管以更快的速度被磨损。同时，西方火炮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如此高强度的发射频率。我们以德国援助的 PZH-2000 自行榴弹炮为例，按照德国的标准 ，PZH-2000 每天射击100次就已经属于极限，但乌军使用频次远高于此，结果导致多门 PZH-2000 榴弹炮出现严重故障，被迫大修。此外，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乌军炮手错误操作也会导致火炮寿命严重缩短。但更要命的问题还是弹药供应不足。纽约时报称，乌军一天的炮弹使用量相当于北约军队在阿富汗的1个月或更多。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0万发各类型炮弹，导致美军自己的库存也陷入危险境地。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今年2月13日也承认，乌军炮弹消耗速度远超过西方炮弹生产速度，特别是大口径弹药的等待时间从12个月延长到28个月，很多北约国家的弹药库存见底。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罗斯。今年1月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和乌克兰官员都表示俄军在战场发射的炮弹明显减少，但双方的说法不一。乌军宣称，俄军每日炮弹发射数量从6万发下降到2万发，而美国的评估是从2万发下降到5000发。美国情报机构还表示，由于弹药消耗太大，如今俄军不得不使用40年前的老式炮弹。此外，西方媒体还盛传俄罗斯向朝鲜求购大口径火炮的弹药，但相关报道被朝鲜与俄罗斯否认。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俄乌双方炮弹见底的事实。而此次传出的美国军援203毫米重炮消息，虽不知能在战场上发挥出多大作用，但作用一定是有的。即便 M110 在射速、射程、机动性、反应速度等方面早已落后，但凭借较大的威力，依然能痛击俄军。若是美国给点力，援助足够数量的 M110 和203毫米炮弹，那俄军可真要喝一壶了。没有多少攻势能经受203毫米重炮的攻击，或许等 M110 和203毫米炮弹跟随9月份的 M1 一同抵达时，乌军的第2波反攻也将迎来比攻占旧马约尔斯克更大的战果。好了，关于美国要军援 M110 和203毫米炮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